金树林盛典刚结束没多久，网上的热度还没散呢。说实话，这种场合大家通常看什么？要么是谁的红毯造型翻了车，要么是哪个奖项爆了冷门。但这次不一样，我最在意的反而是周深在一个角落里的小举动。你可能也看到了，那个向来低调，甚至有点小心翼翼的人，居然在镜头前当了一回显眼包。他半开玩笑的冲着《三体2》的导演喊话，说是想唱主题曲。那一刻，现场笑声一片，气氛确实活跃了。可你细品，这笑声背后是不是藏着点什么？我觉得挺有意思的。以前我们总觉得艺术家嘛，得端着，得等着别人来请。酒香不怕巷子深，这话听了太多年。但周深这一出，好像把那个旧规矩给打破了。他不是那种急功近利的抢资源，你看得出来的。他的眼神里没有那种咄咄逼人的野心，反倒是一种，怎么说呢，一种坦荡的渴望。就像是一个手艺很好的匠人，看到了一块好木料，忍不住想说这活儿让我来干吧。这种主动不让人讨厌，反而让人觉得真实，甚至有点可爱。毕竟，谁不希望自己喜欢的歌手能大大方方地争取自己喜欢的机会呢？说到影视 OST， 很多人可能觉得，这不就是电视剧的附属品吗？片头片尾放一放，过了就忘了。其实真不是这么回事。你回想一下华语乐坛这几十年，多少经典是靠 OST 立住的。毛阿敏当年的渴望，孙楠的那些大歌，还有那英，这些名字之所以能刻在大众心里， OST 功不可没。现在的年轻歌手也一样，周深、张杰、郁可唯，谁不是靠着几首传唱度极高的影视歌，才真正走进了千家万户？音乐和故事本来就是连体婴，剧是骨架，歌是灵魂。有时候剧播完了，剧情模糊了，但旋律一响，那种感动还在。周深被央视叫做 OST 专业户，这标签贴得挺准。我不是那种能把他的歌单背下来的死忠粉，但奇怪的是，不管我换什么台，看什么剧，总能听见他的声音。大鱼海棠里的大鱼，那种空灵感，到现在都很难被超越。悬崖之上的主题曲，紧张的让人屏住呼吸，还有宁安如梦里的若梦，温柔的像是一场醒不来的梦。甚至最近的一些作品，像万里、背着山的人，风格跨度那么大，他都能驾驭。你有没有过这种体验？看电视看得正入迷，突然听到一个声音，心里咯噔一下，这肯定是周深。哪怕你一时想不起歌名，哪怕画面是陌生的，但声音骗不了人。这种辨识度真的太珍贵了。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能被记住声音，比被记住脸更难。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天赋，更是某种沉淀。就像老朋友一样，你在不同的故事里遇见他，他都在。这种陪伴感是歌手和观众之间最隐秘的纽带。有时候我在想，我们听的不仅仅是歌，是那段看剧时的记忆，是当时的心情。周深的声音好像成了某种情绪的记忆锚点，这本事不是一天两天练出来的。不过，看着现在这个在盛典上敢开玩笑、敢主动要歌的周深，你很难想象他以前是什么样。其实，无论是现在的他，还是过去那个默默无闻的他，骨子里那股劲没变过，就是想被听见，想被看见，只是以前没底气，现在有而已。早些年他有多难？真的，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想象不到。在各种节目里跑龙套，当背景板，在边缘位置拼命想发出一点声音，那种感觉就像是在黑暗里摸索，你不知道光在哪里，但你得一直走。我特别记得我们的歌里的一个细节，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？有个游戏环节要选上场顺序，周深的手伸出去了，又缩回来，再伸出去，又犹豫，最后拿了桌上剩下的一张纸条。那个瞬间，屏幕前的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。那不仅仅是一个出场顺序啊，那是他内心安全感的投射。他想争，又怕争不到，想表达，又怕被忽视。那种小心翼翼，是长期缺乏机会留下的烙印。看着那个犹豫的手，我仿佛看到了无数个在职场里不敢提加薪、不敢争取项目的普通人。太真实了，真实的让人心疼。还有那次唱雪落下的声音，后来才知道，他在台下哭得稀里哗啦。他以为那是最后一次舞台了。你想想，一个人抱着可能是最后一次的心情去唱歌，那得有多决绝。但他上台之后，音准没偏，气息没乱，情感还那么饱满。这就是专业，把破碎的情绪留给自己，把完美的表演留给观众。每次重听那个现场，我都能感觉到歌声背后那种压抑的痛感，那是经历过绝望的人才能唱出的希望。音乐有时候就是这样，它是伤口，也是药，它治愈了听众，其实也是在自救。所以你看，现在的变化有多难得，他不再被动的等那个伯乐了，
他学会了毛遂自荐。金树林盛典上的那次讨歌就是一个信号，他在告诉行业，也告诉自己，我有能力，我想要这个机会。这种自信不是飘在天上的，是脚踏实地唱出来的。但周深的故事好像在说，不是这样的。温柔的人也可以很有力量，内敛的人也可以主动出击。关键在于，你得相信自己值得。他敢向《三体2》的导演开口，是因为他知道自己能撑得起那个宏大的科幻世界。这种信任比什么华服都耀眼。其实写到这里，我心里挺感慨的。周深的成长不像那种爽文里的逆袭，一夜成名，他更像是一条细水长流的河，慢慢汇聚，慢慢变宽。他保留了那份敏感，那份对情绪的感知力，这是他能唱好歌的根本。但他又长出了铠甲，学会了保护自己的梦想，学会了在合适的时机伸手。这平衡点找得真好。有时候我在想，为什么我们会被这样的故事打动？可能是因为我们在他身上看到了理想中的自己，那个既保持初心，又能从容应对世界的自己。他向导演要歌，不仅仅是一首歌的事，那是他在争取用音乐去构建一个世界的权利。这挺浪漫的。真的愿每一个像他一样，在角落里默默努力的人都能被看见。愿每一份不敢伸出的手，最终都能鼓起勇气。因为机会这东西，有时候真的就是留给那些敢开口的人。周深做到了。希望我们也能在各自的生活里找到那份主动出击的勇气。毕竟，那个敢于在盛典上做个显眼包的周深，才是真正成熟的周深。这没什么不好的，真的挺好的。看着他在更大的舞台上发光，心里那种温暖的感觉，大概就是追星或者欣赏一个艺人最大的意义吧。不是为了崇拜，是为了被鼓舞，哪怕只是一点点，也够了。